今天我说这个两代明星，这个爸爸的名气很大，儿子呢照爸爸要差点，也有人管这儿子叫未来之星。这是谁呢？父亲是成龙，儿子是房祖名。说这儿有的朋友纳闷啊，这个爸爸成龙，我可听说了，成龙以前姓陈呐，叫陈港生什么的，这怎么儿子叫房祖名呢？既不姓程也不姓陈呢？这里给大伙说一个，以前很少有人提及的什么，成龙啊，是叫陈港生。成龙他爸爸本来姓房，就房祖名这个房，后来呢过继给人家了。这个养父呢，继父姓陈，所以拐子的成龙这也姓陈，到房祖名这儿来，叫回原来的姓。所以成龙家本来是姓房，不姓陈。所以这才有房祖名这么个人。那么有不少人说这个成龙啊，你以前好像老梁看电视里也说过，是咱们说过成龙。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不是给大家再复述成龙的东西，你别看成龙大哥腕儿大，咱是成龙和房祖名爷俩的关系。这里头不少事儿，咱们以前呢在老梁看电视里边没有给大家说过。成龙和房祖名父子关系，谁是房祖名的母亲呢？就是成龙现在唯一的一个承认名分的夫人林凤娇。林凤娇是谁呢？咱们有些年轻的观众朋友不知道，林凤娇过去台湾金马奖的影后，很了不得的一个演员。演什么片子呢？主要演琼瑶的片。那时候台湾叫二秦二林，二秦是谁？秦汉秦香林。二林是谁？林青霞、林凤娇，那是一代偶像巨星，而且林凤娇长相比较甜美，人还很温柔。成龙跟林凤娇两个人结婚，那是在80年代初。在这之前，成龙和谁谈恋爱呢？成龙和邓丽君70年代末在美国谈恋爱，最后俩人个性差异比较大，没走到一块儿。在这之后，成龙就跟林凤娇好上两个人结婚，但结婚是秘密结婚。为什么呢？成龙那时候正在走上升的渠道这艺人呢，你看刘德华他有老婆，多少年都不敢说。为啥不敢说呢？你这粉丝好多都是女的，对这个偶像呢怀有一些梦想。你这一说这偶像结婚了，很多粉丝就觉得没意思了，往往对你的关注度就降低，说白了你就不好挣钱了，或者蒙不了那么多钱了。这就为什么很多艺人明明结婚了装大尾巴狼，我没有结婚呐，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你甭听胡说八道，那都结过的。成龙后来有一次外界知道他了，说成龙跟林凤娇已经结婚了，日本有个女的成龙迷卧轨自杀了。你看看这天底下就有这样极端的事儿。所以成龙林凤娇两个人是80年代初80年81年的时候在美国秘密结婚。82年的时候有了这么个儿子，房祖名是82年生人，今年也是28岁了，也不小了。那么别人比方说自个儿有这么大腕的父亲，大伙儿注意一点，很有意思。这个就说如果他爹的成就挺大，这儿子可能沾点光；要是成就太大了，还真就不是件好事。就成龙这个地位，我们也知道，在所有的这些香港的这个艺人当中，为什么叫他成龙大哥？连这个港督都管他叫成龙大哥，为什么呢？成就太大了。咱们看现在说这个演员那个演员片酬高，葛优片酬高，周润发片酬高，刘德华片酬高，都干不过成龙李连杰这样的，那叫国际功夫巨星。所以他不一样，这个爹成就太大了，往往把儿子就给盖住了。这个不同于你在演艺界超越。你比方说成龙一开始出道演醉拳蛇形刁手，谁都知道他有时候模仿李小龙，李小龙你躲不过去啊，那香港功夫界最大的腕儿，世界功夫界最大的腕儿。所以成龙后来发现，我照那路走永远超越不了他，我改吧。李小龙一本正经，那我就改嬉皮笑脸；李小龙阳刚之气十足，那我就变得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李小龙招招式式、名门正派，那我就变得滑稽搞笑。所以成龙有一种滑稽武打给自己打开一条道，这是属于前辈和后辈关系。可是用到爹跟儿子上不实用了，为啥呢？房祖名从小，你想成龙连结婚的事都不让别人知道，自个儿子的事他更得遮着盖。再一个，作为他这么大腕，树大招风，那保不齐谁想害他，先从他家人这琢磨，所以他不干这个。我以前在老梁说天下里说过，我跟司马南多少年的朋友，司马南咱们知道这是打击伪科学那个，得罪不少人吧？我就不知道司马南老婆是谁，孩子是谁，家住哪儿，我也不知道。为啥他要保护自个儿，他不肯轻易透露这个信息？那个仇家多呀，有的时候。所以我说，像成龙这样树大招风的，保不齐有人算计他。所以成龙打着孩子出生，就没带着孩子出来到公开场合露过面，就小的时候，而且一再告诉身边人，不准这孩子平常啊，你听着喊叫爸爸什么的。比方说房祖名很小的时候回到香港，看到街上的贴画有成龙做广告了，这是我爸爸。成龙的助理赶紧捂他嘴，小爷儿，咱别这么叫啊，那不对。甚至回到家里头，成龙都教育他，在这孩子10几岁的时候，说你可出去别说你是我儿子啊。房祖名那时候也懂事了，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说你是我爸爸的。其实这话饱含着孩子一种哀怨。成龙听了也挺高兴，哎呀，这孩子学聪明了。当然这话过了多少年以后，成龙想想愧对自个儿子。房祖名后来写回忆录就写嘛，说我从小我爸爸从来没带我出去玩过，一年当中最多有2个星期飞到洛杉矶陪他娘俩，陪林凤娇、房祖名母子俩，剩下时间是全在外头，根本你找不着。所以后来房祖名直接就跟自个儿爸爸说，你是一个成功的艺人，你也很了不得，可是问题是呢，你绝不是一个好爸爸。有那么一个很经典的事儿，成龙后来也觉得对不起这孩子。那时候房祖名已经小学毕业，都上初中了。成龙到洛杉矶跟林凤娇说是人家孩子放学都有爸爸妈妈接，我这么些年也没管过这儿子，心里愧他。这么的，你跟儿子说，他不上学了吗？我呀，他放学时候我在校门口接他，我们爷俩一起回家，咱们一家3口团聚，多好啊！这林凤娇就告诉房祖名，哎呀，把房祖名乐的好啊，自个儿爸爸来接自己。放学在校门口出来看，没看着成龙，等吧，一等1个来小时，天都黑了，成龙也没出现。你想孩子这心里多委屈，走一道哭一道回家。回到家跟他妈说，我爸没接我，哭。正这时候成龙进屋了，一脸的不高兴。林凤娇说，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来了？我在他校门口等了1个多小时，他都没来，他怎么回家了？一问是怎么回事，成龙还以为孩子在小学上学呢，到他知道那小学校门口等着去。这时候房祖名已经上中学了。你看这什么问题？就是成龙心里头以前对这孩子一些事没怎么关着，搁到自个儿心上，他还以为孩子念小学呢，到小学门口接你。所以你想想，这时候房祖名对自个儿爹能没有怨气吗？他是有怨气的。可后来成龙啊，年纪一点点大了，过了50了，他也开始知道家庭的可贵，想弥补过去做父亲不足的地方。所以呢，跟房祖名接触就多了。有一次很难得，成龙到这个日本去做宣传，有4天的功夫，成龙觉得能有点闲工夫，把房祖名带过去，哎呦，给房祖名乐坏了。可到那去一看，傻眼了，成龙在日程啊，每小时每分钟都排满。但这房祖名挺满足，为什么呢？总算跟着自个儿爹，看到自个儿爹忙碌的背影了。作为孩子来讲，这就算满足了。所以你看看，有时候做一个大名人的儿子，不见得是件很幸福的事儿，衣食无忧，可是天伦之乐呢？从小没有享受过欢。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啊，房祖名幼小的心灵里保不齐有阴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得说，成龙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在大伙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出过一个事儿吧，小龙女事件，说成龙有个私生女跟一个姓吴的女的，当年有段私情，生个孩子，
这个事儿你想想，铺天盖地传播出去了，成龙马上成了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成龙说：“我风流不下流。”当时香港有个音乐人黄沾，这也死多少年了。黄沾当时就大骂成龙：“你什么风流不下流？人家楚留香叫风流不下流，楚留香风流，人家没孩子，你生了孩子就是下流，你给人带来负担了。”所以那时期成龙大哥呀，威风扫地。可是这事儿受伤害最大谁？林凤娇母子，以前不知道这事儿，你满五两两这是。所以当时成龙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他意识到这个家庭对自己是最重要的。飞到洛杉矶，头一次，父母跟孩子一家三口坐一块儿开个家庭会议，商量商量吧，说说这事儿怎么办。成龙很沉闷，就3句话。第一句话，对不起；第二句话，我知道该怎么做；第三句话，散会，完事儿了。成龙怎么做的呢？到了香港，找到他那个跟他关系最近的律师，立份遗嘱。遗嘱里说，如果我有意外或者我是正常死亡的话，我所有财产的受益人林凤娇就一个名。这是干嘛呢？等于向林凤娇、房祖名母子俩表示，你这是我的根，这是我的家，我不会在外边再有什么外心。所以这个举动呢，也赢得了林凤娇、房祖名娘俩的这个原谅，一家三口算和好如初，这个事儿就风平浪静过去了。有的人说，那你成龙再不怎么管孩子，他在演艺圈多大影响力？那房祖名这什么事儿不还得找他爹？大家想想，这些年房祖名演过《千机变2》，演过《早熟》，演过《花木兰》，还演过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啊，出了一些歌，我记得出一盘唱片叫《边走边唱》。有人说这个事成龙就没帮他吗？咱们实事求是说，这个孩子你像花钱的、受教育，这个成龙作为当爹的，那本来就是责任嘛，他不会推卸。可是这个孩子在演艺圈，成龙是很忌讳这个事儿的。这么些年，房祖名没有参演过任何一部成龙监制、成龙导演的电影，甚至成龙在公开场合见着房祖名怎么叫？你们大伙说，房先生你好，按这种方式称，就是成龙不想让自己的资源使这个孩子呢太容易的获得成功。所以我们今天看房祖名确实没有说达到巨星的程度，可是他走的每一步，获得的每一份成就，真的都是他自个儿打拼出来的。真不是说成龙一个劲儿提携他，矬堆里拔大个硬把他往上拽，真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一点，成龙平常跟身边的人也说，比方说孩子一个唱片卖的挺好，成龙能激动到什么程度？花25万美元买什么？拍卖迈克尔·杰克逊的银手套。迈克尔·杰克逊不去世了吗？他跳舞戴那银手套，25万美元，成龙就给拍卖拍过来，干嘛？送给房祖名。房祖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铁杆粉丝，为了庆贺自个儿孩子这个唱片卖得好，这成龙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唱片卖得不好的，成龙总教育自个儿孩子，你呀吃点苦遭点罪，摔点跟头都没问题。而且房祖名曾经有一次质疑过成龙，说爸爸你那些片子都是自个儿拍，你没用过替身。成龙说，孩子我告诉你，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我的片子里这些镜头没用过替身，全是我玩命玩出来的。你爸爸身上从脑瓜顶到脚底下全受过伤，这儿骨折那儿烧伤啊，这边韧带损伤。给自己孩子讲，我当初拍片子从那个大钟顶上，咱们现在有不少看过那片子的朋友，从那钟顶上直接掉下来，开始就说用替身，成龙说不用，不仅不用替身，成龙往下摔一遍摔成功了，从这上下来，从几层塑料布穿过去，叭掉地上，摔得呲牙咧嘴。成龙说不行，再来一遍。说为啥？我感觉我在空中的表情不对，就一遍又一遍摔了4遍，最后把成龙脚腕到底是摔出事儿了。像这样的事在成龙拍片的过程当中，玩命的事比比皆是。你比方说有的片，他从这个商场上，这不是从1层商场到顶层这儿有一个柱子是吧？这柱子旁边都是各种各样的那电线什么的，成龙就敢从这上面趴到这柱子上，就下去。他拍那个好莱坞那大片的时候，
本来是后头流氓追，把他追上楼，因为咱们常看成龙片的朋友都知道，一旦后头有人追，成龙要上楼，那就是成龙要跳楼，玩这个特技。可是这回成龙玩个更悬的，跳楼呢毕竟还有保护呢嘛。这个楼上边隔不远有另外一个楼，楼上有个铁皮的啊停车场，他要从这个楼跳到那个停车场上，空中蹦过去。你琢磨琢磨，就是空中你不出事，你就是从墙上飞过去，拽着树一悠，再到那个墙上，结果他想拍出好的效果来，他认为这没事重复3次，结果最后一次他是没事的，那树枝撑不住了，咔嚓折了，多高？15米高，歘就栽下去，满脸都是血。到医院一检查，整个这脊椎什么什么都出现很大问题。到时候说这是命大呀？为什么命大？他那个医院，外国医院正巧赶上一个欧洲一流的这个脊椎手术大夫在这讲学呢，一看那给成龙赶紧手术，救人一命。要不碰上这个大夫，成龙就死在欧洲了。所以你说大家现在看说成龙大哥腕儿多大，各个地方怎么样，那当年是吃了很多苦，遭很多罪，那真是搏命得来的。成龙也是拿自己的拼搏教育自个儿孩子，说你看不看着你爸爸今天你觉得腕儿挺大，那容易吗？那是搏命搏出来的，成功绝不是轻易获得的。所以房祖名眼看着他爸爸这些事儿，听到他爸爸这些事儿，他心里头也涌动着一股暗流，就说我的成功我要靠自己拼。房祖名心里头啊有个愿望，就是说现在成龙这腕儿比他大这么些，说早晚有一天我要让满大街人指着成龙说，看这老头没有，那就房祖名他爹。我估摸着他想实现这个。前几天呢，我们曾给大家说了成龙的警察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成龙另外一部片新警察故事。有的人一听啊，这不新警察故事不就是警察故事续集？不是，这个新警察故事不仅不是原来警察故事续集，而且在整个立意和各个方面和以前的成龙电影大相径庭。比方说，成龙在电影里从来没有跪地求饶，没有哭过，可是这里边有，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就给大伙分析一下和过去风格迥然不同的成龙的电影《新警察故事》。那么这个片名叫《新警察故事》，很多人以为说这就是原来的续集，有一点就不一样，这里的主角人物变了。过去我们说成龙演这个警察故事系列里，这人叫陈家驹。可是在这里边呢，这个人叫陈国荣，名字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香港本土的电影人给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解释，说这其实是对香港电影业的一种隐喻。说原来你看陈家驹在警察故事的表现，乐观开朗、幽默、勇敢、坚毅，不被任何困难吓倒，都能够克服。说陈家驹象征着什么？警察故事出现那个时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时代。香港80、90年代，它的喜剧片、功夫片、警匪片都是世界上就是拍的差不多都第一流。所以那时候的香港本身电影业欣欣向荣。说陈家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香港电影业一个代表，积极向上，不怕困难，都能克服。可是到2004年这个时候，进入21世纪了。拍新警察故事这时候，香港电影已经全面下滑了，整个香港的电影业的经济也不景气，大量的演员或者到中国大陆拍戏，或者到国外拍戏。就这个时候，香港电影已经进入了一个萎靡不振的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再用陈家驹说代言香港电影已经不合适了。所以你看新警察故事一开篇，这个叫陈国荣的还是成龙扮演的警察。当然我说的是可能你会觉得这有点牵强，我也觉得牵强。但是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事情解释的版本非常靠谱，什么呢？他为什么叫陈国荣？这个戏一开始不是准备给成龙，是准备给张国荣，让张国荣演这个角色，所以叫陈国荣，就是变换一个姓。可是我们也知道呢，他抽拍时候2002年到2003年，2003年4月1号，张国荣从楼上跳下自杀了，这片子就撂这儿。
就整个这片子的结构你也会看到，不是突出成龙一个人英雄主义，反而这里头呢，对于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孩子他们身上的问题给予了深刻的社会化的揭露。这个路子就不是成龙的路子，可是这个影片呢，由于张国荣死了，搁到这儿了，投资有的已经到位了，就有人找成龙。成龙说我能接，但是这个风格得改，不能原来的风格是呢，没有多少这个武打动作，就是简单的警匪这个情节。成龙说既然我拍了，那就得武打动作加多，变成动作片，投入也加大。但成龙的片子投入大，产出也大，就这么着，成龙把这个片子接过来，完了改步有所突破。它有3个特点：一不能败，二不能哭，三不能死。就不能失败，不能哭泣，不能死亡。这是成龙的3不，他的公司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打造成龙。成龙这样一个不败硬汉，要突然间服软了、哭了或者死了，大家不可思议。正是因为这个规矩，成龙错失了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就是当年陈凯歌拍《霸王别姬》，里边本来张国荣的对手戏是谁呢？是成龙，让成龙演里边的段小楼，就后来张丰毅演的角色，因为成龙是七小虎唱戏出身，不用像张丰毅演霸王那样找替身，本来是给他准备的。可是这里头呢，这个段小楼是个大时代的悲剧人物，是个时代的失败者，所以这不符合成龙公司的定位，成龙只能忍痛的没演这个角色。结果你看最后张丰毅演了，哎，这剧大火，最后张国荣在戛纳电影节上那一下子获奖，大大的风光，这也造成成龙一辈子的遗憾。什么个遗憾呢？成龙你看这么出名，还真没获得哪个大电影节的这个最佳演员，这是成龙一辈子的遗憾。本来这个时候有可能弥补，也没弥补上。所以成龙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形象，一不能败，二不能哭，三不能死。可是在这里边全突破了，他也输了，也哭了。这里边给这个吴彦祖跪地求饶，痛哭流涕。所以这一下子使我们看到的以前那个成龙不在了，那么陌生，他也哭，他也求饶。而且不光这样，成龙在接下来的片子里边把第3个也突破了，所以他也死了。有人说成龙也死过，以前给李小龙那些里边跑龙套的时候，让李小龙一脚给踹死，那不算，那时候成龙风格还没形成呢。他接下来拍一个叫《大兵小将》这么一个片子里，他演一个怕死的人物，旁边是个王子，王力宏演的，两个人呢就这种对手戏呢，证明和平的可贵。最后呢，成龙演这人物被乱枪给射死了。所以就到今天我们看到，似乎成龙当年坚守的东西他都一一的要抛弃掉了，也失败了，也痛哭求饶了，也死了。好，我们心目当中那种硬汉成龙已经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最关键问题，成龙要转型。他为什么要转型呢？这就好比你家里头有个50、60岁的老爷子，你让他接着玩命不合适。但是呢，成龙目前这种风格，你再想让人接他，我估计我们说5、60年以后，可能有人这谁也预料不准今后的事儿。但是以我的判断，10年以内不会有人再上来。为什么呢？这个不仅仅是说是像成龙这样的天才很难再出，还有一点，现在的电影和过去不一样，就像那个有声时代的电影淘汰了默片一样，把巴勒特基顿和卓别林这代淘汰了。眼下的电脑科技也一下子把一些武打明星给淘汰了。就是现在电脑科技想怎么做怎么做，特效效果一做就做出来，所以像成龙那种玩命追求特技的显得不那么必要了。当然有一些硬桥硬马的，像我们以前说过的，成龙从柱子上出了一下电脑是能做出来，不用像成龙本人这么认真的玩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再这么玩命拍片子。所以说成龙后边肯定后继乏人，10年以内不会再出现像成龙这样这么玩命拍武打片的。也恰恰是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成龙电影才觉得弥足珍贵。这种如此真实的，不借助任何虚幻电脑特效的动作片，我们看起来酣快淋漓，感到过瘾。成龙的价值也恰恰就在这儿。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这个2代明星是一对父子，谁呢？
葛存壮、葛优。眼下我们看这葛优火得不得了，当年是怎么走上这条道的呢？葛存壮是1928年生人，河北人，后来活不下去了，跟着爹闯关东，来到了东北。他最开始落脚在齐齐哈尔，那时候在齐齐哈尔天寒地冻，日子过得也困难。可是葛存壮呢，从小他就有这个精神头，喜欢各种各样的乐器，愿意表演唱歌什么的。后来呢，他自己呢，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就申请说，我呀工作呀，我就愿意到铁路医院。他为什么要进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呢？那个时候是解放前光复之后，他为的就是能够加入当时铁路齐齐哈尔铁路局有一个文工团，他想演戏，想到那演奏，包括唱歌什么都行。结果后来呢，因为在这个铁路医院里呢，把领导给得罪了，最后没去上。后来呢，齐齐哈尔文工团招人的时候，他要去，他爸不让他去。他爸就说，你这离家拿着行李到单位去，啥时候这时候你去打仗去，你再不回来，再死外边怎么办呢？他爸爸就不想让儿子离开自己身边，也没去。到后来他自己偷着骗他父亲，说我就是在这儿图书馆当管理员，人要求晚上在这打更得看着，我才带行李，骗他爸爸。就这么的，葛存壮才跑到齐齐哈尔这个文工团，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这一下子就不可收拾了。到建国之后呢，他又这个加盟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就长影的前身，演电影。当时开始演电影，他演过些正面角色，很少。等正式的开始让他演一个就是重要的角色的时候呢，就是从反面人物开始。什么呢？咱们不少的年岁大的观众朋友能记得，当初有个电影叫《红旗谱》，他在这里边葛存壮演反一号最大的反面人物老地主冯兰池。葛存壮当时也是潜心的琢磨，包括人物心理这些，请这个导演呢把这个剧本弄过来之后呢，有关心理描写的都贴到这本子，自己天天看，天天琢磨，天天想。而且这冯兰池得从30多岁演到70多岁，从小一直演到老，时间跨度很长，所以这个对于葛存壮的这个挑战非常大。结果《红旗谱》上映之后，这冯兰池的角色得到大家认可，人说我们这儿又出了个表演艺术家。葛存壮自那以后开始走上了反派生涯，接下来连续演了好几个日本鬼的角色。大伙儿还记得《小命站岗》里的龟田，他后边几乎上就这些经典的反面角色，葛存壮一个人演了相当多。所以说他是后来调进北京电影制片厂，说北影厂的反一号人物。那么演了一辈子这个反面人物了，到老了反而凭借一个正面人物，他演齐白石，这一点连葛存壮自己都没想到。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谁平白给他的，当年曾经有一部电视剧找这个葛存壮，说想让他演齐白石。那个时候葛存壮下了很大功夫，本来他就对齐白石仰慕已久那阵齐白石已经刚刚过世，他把齐白石这个资料找来看，甚至自己动手学画画，学写字，想把齐白石演像。下了半年左右功夫，那电视剧投资没到位，没演成。虽然没演成，但他也成了齐白石迷。后来拍这个周恩来伟大的朋友这个片子的时候，主演是王铁成嘛，演周恩来，周总理。说找谁演齐白石，是这些都不像。王铁成说，我的朋友葛存壮，他经常崇拜齐白石，当年好像要演还没演成，就这么的就把葛存壮找了。一化妆一看真像，老爷子，好，就你了。葛存壮就凭齐白石这个角色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你看，所以葛老爷子这一辈子演反派人物，那没办法，那个时代就容易把演员定型，你演什么就是什么。不像现在对演员的要求得多面手。你看葛优，是我们现在葛优是影帝级的人物。葛优的特点就是全国人民都公认的，葛优是演技派。你是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小人物，甚至有的大人物，他都能拿得起来。那么葛优一开始不是这样，而且葛优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偶然。怎么偶然呢？
葛存壮老爷子呀，他夫人叫施文新，身体不太好，5、6年怀孕的时候，大夫一给检查说你这孩子恐怕生不了。说怎么的呢？如果要生这孩子，大人就够呛，就说大人孩子只能保一个，你选择一下。葛存壮说那得大人孩子都要啊，说没这可能，大人孩子只能要一个。那时候葛存壮非常艰难的做了个决定，那就保大人吧，要留大人。可是奇迹发生了，到1957年4月19号的时候，这孩子居然平安降生了，娘也没事，孩子也没事，可是孩子就是小点，长得抽抽巴巴，怪难看的。你看现在葛优那模样，你就能想象到当年什么样。所以这个孩子来到世上挺不容易，而且葛优小时候身体不好嘛，总受欺负，翻蔫，但是他蔫头蔫头的，蔫坏蔫坏的。一直到1976年的时候，葛优当时高中毕业，那年他19岁嘛，高中毕业那阵能去哪儿呢？没别的地方去，就到这北京昌平下边插队去。到北京昌平呢，一个农村，到那干嘛？喂猪。葛优在那喂了3年猪，天天跟猪生活到一块儿，喂猪食，给猪治病，给猪打针。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没完没了的电影里边，葛优给吴倩莲打屁股针？这可不是台词里的假话，这真事儿。葛优陪着猪待了3年。那么到了79年的时候呢，葛优也腻了，就跟这边请了个假，说我呀回城里待2天，请了个假。回去之后呢，家人决定让他考文工团。就你东西喂猪有啥出息啊？考文工团吧。葛优就开始考，一连气儿考了8家文工团，什么这个试验话剧团了、中戏啊、北影啊这些地方都去考去了，8场连败，哪个地方也不要他。这为啥呢？那时候收男演员那得英俊潇洒，王金刚、唐国强得这样。一看葛优这模样，20来岁，这头发谢顶了，这太难看了，这不要他。甚至呢，他敲人家门说：“我进去，我要这个考试嘛。”人家给开门一看呢，那饭送到那屋，以为他送饭的呢。所以当时葛优啊，心里头很难受。当时考试验话剧团，人家本来初试过去了，让他坐在场边等着啊，就这几个人。台上是一个女演员呢，也是这个来考试的女考生，在这表演小品。导演这时候灵机一动，想考察演员现场反应，让葛优说：“你上台，你跟他一块儿演，你就把他眼睛捂住，这是个爱情戏。”葛优上去就把女演员眼睛捂住了，捂住给他紧张的手心直出汗。导演说：“你说话说不出来了。”那个女演员挺机灵，为了激发他演戏的情绪，来一句：“你流氓吧，你干什么？你这放开我！”这时候葛优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导演一看就这样还能演戏，下，把他给弄下来了。所以葛优我们说这8连败是有道理的，真不行他那个时候。可这个时候呢，那边的生产队呢让他回去干嘛？说这猪都想你了，你走了换个人喂猪，猪都长毛病了。这个时候葛优没办法再回去，他父亲也看了，这孩子总在那儿待着也不行。葛存壮呢就通过自己一个朋友找到全总文工团，说全总文工团考试标准相对还可以，你去看看，帮个忙给编排编排。这么他这朋友帮助葛优，说葛优你要是再平常那么弄，你肯定考不上。那你最强项是什么？葛优喂猪，对，咱们就拍个喂猪的小品。葛优呢喂了3年猪，在这个小品里头，眼前没有猪，心里有猪啊，那是。所以你看这年底拍这个《赵氏孤儿》里头，有葛优跟一些马匹什么就往来，人跟动物之间交往的。葛优那个时候对猪就非常了解，对动物很了解。这个小品他演的很有正观，可以就这么着，葛优算进了全总文，这算走上了演艺道路。那接下来葛优也很不顺，我们说这个形象不行嘛，人家也不能让他演重要角色，就始终跑龙套，没啥机会。要不演个配角，也没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终于到了1988年的这个时候，他迎来了一个宝贵机会。王朔的小说《顽主》，这不是拍成电影，
他在这里头呢，本来是让葛优呢演一个配角，那里头这个有个主角叫杨仲，结果有另外一个演员试镜的时候呢，导演让他跟葛优聊着，哎，发现这个葛优不错，说你试试让你演杨仲怎么样？那种有心机、冷幽默，哎，而且这个还是个小人物，这个还挺适合你，你试试。一试，葛优还真行。当时导演是李嘉山，顽主里头，葛优终于演上主角。要演完之后，大家一看演得好，这时候葛优才开始在圈内小有名气，有人认识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葛优在91年的时候，在过年里演那个好色的大姐夫，那这个片子也一下火了，东京电影节也获奖了，里边还有赵丽蓉、李保田、六小龄童这些明星。完了，接着大撒把这些。尤其是冯小刚和王朔两个人登门请葛优演编辑部故事里的李东宝，这一部电视剧把葛优彻底的弄得火起来了。李东宝那个角色呀，真是非常适合葛优。那么葛优在93年接了张艺谋的《活着》，在《活着》里，他把这个很惨的富贵一辈子起起落落演绎的可以说相当到位。那么当时葛优凭着《活着》里边演着富贵，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影帝，所以这个时候葛优的演艺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到97年到现在，我们看冯氏贺岁喜剧里边，葛优这个地位是至高无上。从《非诚勿扰1》到《非诚勿扰2》，你看葛优依然那种幽默细胞一点没改，而且这个演技越练越有长进。大家还记不记得《非诚勿扰》里边，葛优跟舒淇刚见面讲他女朋友自杀那段，那个戏演得非常漂亮。一点没有演戏的痕迹，就跟真事一样。演完了，舒淇都说大陆真是藏龙卧虎，葛爷演技真是厉害，佩服。那么说葛优这么些年，他在大火特火的时候，他父亲葛存壮从来没有忘记要好好叮嘱他。你比方说指点他演技，不要以为发愁的人呢总皱皱眉，往往发愁的人呢已经不皱眉了，而且你一皱眉，心被拴上，你这演技也放不开。更主要，老爷子始终指点他，你该演什么，不该演什么。你比方说2004年手机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让我们重新沟通。当时老爷子对记者说，记者采访老爷子说，葛优今天不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的演技。他说跟大撒把跟着什么活着比，这个差多了。这个手机也就是说，老爷子当时是直接指出葛优的毛病，说你不能总重复以前，你看你没完没了、不见不散这些东西，你演的都是一类小人物，再演换一种类型的，你不能演死了就会演这个，时间长别的不会了。所以我们注意到葛优受老爷子教诲，你会发现原先他不光头吗？甲方乙方里光头，到后来头发一点点多了呢，还你看手机里头演严守一，后来这个大腕里边那个刘墉，这个板寸，到再让我这里离出，头发长了。是通过实战锻炼过。葛优就是试图通过尝试不同的角色，突破自己演技上的瓶颈。所以说，葛老爷子对他这种教诲，始终鞭策着葛优在演技这个道路上往前走，不敢懈怠。所以你看这爷俩在这上取长补短，互补。所以才有了我们一开始说这爷俩走红地毯这么一个让我们感到看着非常欣慰的这么一幕。当然生活当中葛优跟葛存壮关系很有意思，爷俩有时候也开玩笑逗闷子。家里边呢就这么几口人，葛优两口子现在也没要孩子，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呢就演技方面跟儿子探讨，爷俩有时候经常还拌不嘴。最有意思的是当年葛优刚红起来的时候，跟谢元、梁天在一块打麻将，晚上打麻将在葛优家打，没打到几圈呢，葛优钱输没了，说我看看我爹睡了。葛优过去了，把他爸爸兜里翻出的钱都拿出来了，在这玩到天亮，这些钱也输没了。第二天谢元赢钱了，买了条裤子，买了双皮鞋，完了还抽着中华烟来了，这钱这都是葛优烟、葛优鞋，他输钱买的。结果葛优这冷幽默发挥出来了，葛优很沉稳地说：“不对，这是存壮烟、存壮鞋，这都我爹钱买的。”
你看看这爷俩啊，在生活当中同样很有意思。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